大家好，欢迎收看小李谈投资的另一集。进行专业的市场分析可能会非常令人困惑和复杂，而且也可能非常耗时。如果您不知道需要在价格图表上确定哪些关键因素，那么为了让您快速了解如何使其变得简单，我们还将解释有关您需要在价格图表中识别和绘制的关键因素和元素的基本和高级 ICT 概念。所以，交易者，如果您对此感兴趣，请给这个视频一个赞。如果您是新人，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表示您的支持。让我们开始吧。那么我们应该在价格图表上识别哪些关键因素？首先，我们应该寻找最近的流动性扫描区域。第二，我们需要检测买方或卖方的流动性休息区域。第三，我们需要标记价值缺口。第四是接近当前市场价格的订单块。第五是要确定优质和折扣区域。第六是市场的大致概况。因此，让我们从第一个关键因素开始，确定最近的流动性扫描区域。因此，我们必须查看图表，并尝试找到最近流动性扫描的区域。如果您不确定如何可以找到流动性的定义，请通过我们的频道观看我们的流动性交易策略视频，该视频在描述中链接。所以，正如您在这里看到的，我们有一个最低点。价格已经在这个长影线的帮助下消除了旗下积累的流动性，这里是止损订单聚集低点下方，因此我们在图表中绘制了这个流动性扫描区域。第二个关键因素是识别流动性休息区，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在图表上检测流动性休息区，价格可能会移动以抓住它们。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卖方流动性被这种强势的下行波动席卷，所以我们应该在图表上识别买方流动性，这里就有买方流动性。我们再次在这个高点上方拥有良好的流动性。接下来我们在这里有另一个买方流动性，并且在这个波动高点上方有一个非常好的流动性区域。现在我们已经强调了所有的流动性休息区，正如您所看到的，价格已经从市场上夺走了所有卖方流动性。现在我们可以预期价格将会上涨，以展示的买方流动性。我们要寻找的下一个关键因素是公平价值缺口。为了更好地理解公平价值缺口，在解释任何定义之前，我们应该知道低效率的含义。那么各位，低效率的定义是什么？当市场上的买家和卖家之间存在不平衡，并需要填补不平衡时，就会出现低效率下的情况。换句话说，如果蜡烛内部存在间隙，我们称之为低效率。因此，让我们看看我们应该如何识别市场中的低效率。正如您从左脚看到的那样，蜡烛之间存在差距。我们预计价格最终将通过返回测试空白来填补间隙，所以我们称这个阶段为低效率。然而，在右脚蜡烛中，蜡烛之间没有间隙，因此这里我们没有低效率。那么，让我们继续讨论公平价值缺口。公平价值缺口是什么意思，以及我们如何识别它？公平价值缺口是由市场低效率下造成的区域，通常出现在交易活动较少且价格只有一个方向变动的特定区域。公平价值缺口是价格行为交易中非常有用的概念，它们代表了注入大量订单以造成市场低效率下的区域。公平价值缺口代表新的交易机会，尤其是与订单块结合使用时，公平价值缺口可能会成为未来价格的磁铁，以填补许多低效率订单。我们可以使用它们作为我们的目标。那么，让我们看看应该如何识别公平价值缺口。公平价值缺口形成于3根蜡烛序列内，并经常在图表上显示为一根大蜡烛，其相邻蜡烛的上影线和下影线未完全重叠它的身体。因此，公平价值缺口区域是区域填补相邻蜡烛的影线之间的空间。在价格下跌期间，公平价值缺口或流动性缺口是由于缺乏购买压力而造成的。识别公平价值差距的关键间隙只能通过大波动上升或大波动下降来计算蜡烛及其两侧的蜡烛，其他一切都不会造成这一差距。这些流动性很重要，可以作为市场被流动性吸引的强力入场点。这意味着当价格计划下跌时，它希望扫除其上方的潜在流动性区域。因此，公平价值缺口是价格可能上涨的重要区域。经过测试后，它们可能会继续以更大的强度继续看跌。因此，让我们进入价格图表，并发现图表上的公平价值缺口。当前价格在这里，所以我们应该查看高于此水平的公平价值缺口。
我们这里有一个公平价值缺口，我们再次有另一个公平价值缺口在这里。我们还可以将该区域识别为公平价值缺口。我们在当前价格之上有3个公平价值缺口，价格可能会上涨并触及其中任何一个，而且我们也有这个公平价值缺口在下方。通常建议在当前价格附近标记公平价值缺口，因为如果我们在交易系统中忽略它们，那么我们可能不得不承受一些损失。所以，让我们继续讨论需要在价格图表中标记的下一个关键因素。我们必须确定价格图表上的第4个关键因素，即接近当前价格的订单块。让我们开始订单块的定义。订单块是非常重要的优化供需区域，其中包括大量的买卖订单。当价格达到它们时，它可能会改变其方向到相反的方向。所以，让我们看看如何识别蜡烛图上的订单块。在看涨情况下，最后看跌大幅看涨走势开始前的蜡烛被检测为订单区块或剧烈波动之前的第一根虚弱的蜡烛。然而，为了拥有有效的订单区块，必须打破最近的市场结构。同样的概念也适用于看跌情况。所以在价格图表中，如果我们看得更精确一点，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找到这个订单块，其中价格触及并反转。正如您所看到的，我们在公平价值缺口和流动性休息区附近也有这个完美的订单块。让我们继续讨论下一个关键因素。下一个关键因素是确定优质和折扣区域。优质和折扣区域是什么？为了进行高概率设置，我们希望价格处于最佳区域，以获得高概率交易。我们使用斐波那契工具来查看价格是否处于优质或折扣区域。我们在折扣区时买入，并在优质时卖出。我们也可以使用优质或折扣区域来寻找有效的订单块和公平价值缺口进行交易。例如，如果市场在看涨时，位于折扣区的看涨订单块将帮助我们改进交易策略并减少潜在损失。优质区和折扣区应该如何在图表上绘制？要确定价格是优质还是折扣，我们可以使用斐波那契工具，通过连接价格的波动高点和波动低点。位于 0.5 斐波那契下方的区域水平被称为折扣区域，位于平衡线上方的区域被称为优质区域。只有当大波动打破近期结构时，这些区域才是可靠的。在看跌情况下绘制优质和折扣区域，斐波那契数列工具从波动的开始拉到结束。同样的概念适用于看涨情况。因此，让我们在图表中添加优质和折扣区域。正如您所看到的，我们有这种看跌波动，因此为了绘制优质和折扣区域，我们使用斐波那契工具从该波段的高点到最低点，然后从斐波那契工具50水平画一条线。所以，低于我们均衡水平的区域被称为折扣区域，而高于均衡水平的区域是优质区域。因此，每当价格低于均衡水平或处于折扣区域时，我们就应该持有多头。同样，每当价格处于被认为昂贵的优质区域时，我们应该持有空头，不应在该领域建立多头。让我们继续看最后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分析市场概况。这意味着我们应该观看市场方向和市场结构。正如您在这里所看到的，很明显价格处于相当强劲的上升趋势，但现在你可以看到市场结构正在发生转变，因为价格无法再创新高，最终造成了市场惯性改变，突破这个更高的低点来下跌。所以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市场结构转变，价格很可能会在看跌之前清扫买方流动性。我们可以断言价格总体处于下降趋势，但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价格上涨至 0.5 斐波那契水平或以上，进入优质区，以允许我们进入空头。现在，我们已经将分析市场所需的所有关键因素添加到我们的价格图表中。您可以看到市场结构在4个小时的时间范围内发生了变化，因此我们预计价格将出现看跌走势。如果您放大到较低的时间范围，您已经可以看到价格已经产生了这2个公平价值缺口。那么哪一个是最重要的一个？这个公平价值缺口对我们来说更重要，因为首先它位于优质区，其次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流动性休息区，略低于公平价值缺口。我预计价格会上涨，以扫除买方流动性水平，也许继续向上移动，直到该公平价值缺口区域
填补后可能会逆转并继续看跌走势。当价格达到公平价值缺口时，我们已经可以使用 ICT 交易策略和模式从该区域建立空头。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并希望我们每周继续制作更多视频，请务必点击订阅按钮并打开通知铃声，并在评论区让我们知道您的意见，并告诉我们您想要什么类型的主题，我们将尽力为您制作更多视频。感谢您的观看。